start engine on seatbelt on. Okay, drive. Brake off. 这 brake 怎么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孟教授的游牧人生。我们向外云游四海，向内探索心灵。大家知道，现在的计划是想去游全美，跟各地赛斯家族连结，并顺游国家公园。那可是我在网上一直看别人的 YouTube 啊，想要知道开 RV 怎么一回事嘛，在里面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可是真的，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去租一台来玩玩看。所以说我真的租了一台 RV， 而且去贸易岛做了一个4天3夜的轻旅行。你之前那个 video 前面那一段看到，就是一开始手刹车太紧拉不起来，所以说之后呢，其实除此之外一切顺利，但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旅行开始的那种兴奋跟开心。那大家就一边看着我开车，这一段开车看看贸易岛的风景，然后一边听我娓娓道来。在这一次初体验中，我学到了下面5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去租什么样的 RV。在美国 RV 有分种类的嘛， A 啊 B 啊 C 啊个大小里面的东西，还有那种拖在后面的。那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他们的差别啦，然后来应对自己内心其实自己觉得需要的东西、喜欢的东西、想要的东西等等。最后呢，我决定这一次的租赁我要租一台 Class B 的，然后就今天租了这台。然后网友都说这台车好开，那真正实际开起来的确好开，就像一台比较大的 SUV， 真的开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唯一呢，就是我根据这次体验呢，发现呢，因为它的车体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的驾驶座是比较高的，很棒的 view，但是可能对这个高度的习惯性还不够，所以如果在比较狭窄的道路上双向交车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我快要压到对方的车子，然后所以我就习惯性的会想偏右边开，然后总是跑到旁边的路肩。所以这个我发现我有这样的情形。可是我觉得当有了更多的经验，也许就对这个高度的调试就会更好。但是你看这个经验如果没有去自己开过，怎么会知道呢？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去哪里租。租这个 RV 可是不是一般的租车哦，不能够去那一般租车行租的。那只有很多不同的网站，那也有类似像Airbnb 的概念，就是说自己把自己的 RV 出租，所以像这样的网站有 outdoorsy.com、rvrenter.com 等等。那也有比较大的全美连锁公司，像 Cruise America 之类的，它也有在各地有据点。但是它不是一般像什么 Hertz 这样的租车公司，而且长期租赁也有可能。我在这次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就是在 RV 的租赁里面啊，因为毕竟你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而且这个车子你吃喝拉撒睡的东西都是存留在车子上的，譬如说在不同的水箱里面，所以说主人啊希望你还车的时候是要把它全部清干净的。所以你就想象啊，你如果去外面住旅馆退房的时候，他要求你把什么浴室通通清洁干净，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这是第一个就是这就是我这一次发现原来还有这样子的要求，他们希望你把它全部清洁干净，然后把所有的这些那个排污的该要排污的东西全部把它排掉。这个跟住旅馆的这个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每一个网站呢，它的那个租赁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要尤其是 Cruise America， 你不要被他骗了，就是他跟你说100块钱一个晚上，可是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一天只能开
几麦，那多的要加钱啊。如果你要用它的发电机要钱，你要用它的瓦斯要钱，那你如果要被子啦、毯子啦、枕头啦、锅碗瓢盆等等，全部通通都要钱。所以说，也许乍看之下很便宜，但是全部加起来的话就不便宜了。那第三点就是讲到价钱啊，就是你愿意为这个经验付出多少钱？那我觉得我就忽然发现，就是原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对每一件事情都会赋予他私人的价值。所以说对我来讲，这个去租一台 RV 来体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会相对的赋予比较高的价值，而且愿意付出相对更高的所谓的学费吧，来做这样的体验。但是并不是我周围的朋友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有我之前也邀请过朋友，然后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却步了，因为价钱很贵。但是你要想到这个价钱就是它是租车加上旅馆的钱，然后但是它又不是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所以说这样的体验对你来讲有没有这样子的价值？那我在这次经验里面发现，它对我是有这样的价值，我愿意花这样的钱来疼惜自己，来帮助自己一步步走向自己将来的梦想。我愿意把钱花在我认为未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上。那你呢？你有为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吗？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第4点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就像你如果出去玩，你可能不同的景点你要先订旅馆嘛，那租 RV 的话，你就要先决定你过夜的地方。那这过夜呢，可能就是你要可以租露营地。可是你们知道吗？夏威夷是全美50州唯一一个没有 RV park 的州，就是没有那个 hookup， 没有那种可以连水连电的这样子。但它有私人的或是州政府的那种露营的，然后可能有几个位置是留给这种 RV 的，但是非常有限。但是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我更渴望的是车泊或是野营的经验。那当然这个露营区的经验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车泊可以去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也可以省钱嘛，因为你就停在一个地方，那是不用付钱的。那所以这个经验也让我知道说，原来其实我内心的渴望是一个更自由、更相对上来讲更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向。第5点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说，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旅行之前呢，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看别人的 YouTube 啊，看别人的 blog 之类的。可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就只能你可以一直坐在家里不停的做研究，但是再怎么样子的研究都比不上自己亲身的经验吧。这个如果所以说其实这让我想到说，这个中间的平衡点在哪里？是说我们就跳下去直接做，然后一边做边学呢，还是说在家里做很详细的研究，然后才上路呢？那我发现自己的倾向是希望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把所有的变数都控制住了，然后才行动所以说我这一次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做的研究已经够了。我觉得我问我自己，我对我有信心吗？那我的答案是有，所以说我就想说，那我就直接去做吧。我知道我周围的朋友呢，有人知道我的这些计划，就会担心啊，然后会给建议嘛。那譬如说，这个车子不好开啊，你自己一个人这样去开，这样子会不会很危险啊？那自己一个人就是住在路边这样子，等等很多善意的提醒。那我觉得，譬如说就开这台车这件事情而言，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心理的因素，而不是实质的因素。可能大家都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想象中开一台大车好像比开一台普通轿车困难，所以就会善意的提醒叫我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你能够三思吧，想3次之后就要去行动了，那不能够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一直想吧。那我不知道你呢，你的平常的习惯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走出舒适圈，然后挑战一下自己呢？那至少在这一次经验里面，我发现虽然说其实我是带着恐惧的，但是因为我同时带着恐惧，也同时带着信心，
然后我发现其实自己还是蛮有韧性的，然后开的也蛮得心应手的啊。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是蛮开心的。嗨，我们就先下来看个 sunset 吧。首战成功！首战成功！好了，我就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了这4个我大概个人学到的东西。那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跟大家共鸣的？那不知道你一般如果要计划一个旅游，你的步骤跟方法是什么？那你会允许多少自由的部分，然后允许多少是必须要在完全计划中的？那对这样的自己你喜欢吗？然后对你自己对这样子的计划的方式跟生命前进的方式你满意吗？那我在体验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也要做一部分的研究，但是更多的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冲动能够更顺利的、更流畅的能够表达。好，那今天这一次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呢，接下来的影片会跟大家分享旅行的细节，中间其实发现一件大事，那请各位订阅开小铃铛，下次见喽。